月薪5000，手里拎着香奈儿包包，早上必须喝蓝瓶咖啡，护肤品用的是 La Mer， 口红呢是 Tom Ford， 身上穿着全身名牌，看起来贵气十足。这也都是在外人眼里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外表，可晚上回到家就得啃泡面，银行卡余额还不到1000，每月靠信用卡和花呗维持这样精致的生活。用当下最常见到的一个词语来形容：精致穷。每月连最基本的生活花销都要紧巴巴，还要去维护一个你根本撑不起的精致人设。今天的视频呢，想来聊聊关于精致穷是如何一步步毁掉年轻人。精致穷的典型特征就是收入不高，却对消费要求极高，只有靠大牌才能让自己看起来体面。这类人啊，通常嫌弃优衣库，看不起平价护肤品，但又买不起全套大牌。然而这背后是长期依赖于信用卡、花呗和贷款来维持这种高消费。这个月收到了信用卡账单后，焦虑万分，会担心还不起钱。等到下个月看到某大牌出了新品，又会手痒，控制不住要去提前消费已有的存款。这也是典型的消费陷阱，超前消费。现在的年轻人认为自己还年轻，买个奢侈品只要工作个几年能赚得回来，因此也会大胆去透支信用卡和分期付款。只要信用卡轻轻一刷，就能轻松拥有梦寐以求的物品。至于还款的事情，那是留给下个月再说了。当你的脑子急迫的想要去拥有这件物品，你是不会去考虑在拥有过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。这种先享受后还钱的消费模式根本就不是聪明的选择。我也是有一说一啊，社交平台上呢所传播的消费观正在加速这种现象，都在告诉你就买个大牌包怎么了，谁还没个香奈儿没个爱马仕呢？女生买包的预算怎么着最低都要2万起吧，让大部分人认为靠负债买来的奢侈品不是问题，反正以后慢慢还就行。可是你真的以为买了一个包就结束了吗？你将花钱这件事情形容成水龙头，一旦拧开后就会越流越多，最终你的工资全都拿去填补每个月的这种无底洞，你连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都支撑不起来，吃喝都成问题，到头来就是在被消费主义控制。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，其实很可能就出现在你身边。看这期视频的人一定会在视频下面说，我爱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别人管得着吗？没错，你花的钱别人确实管不着，你也不必听我这长篇大论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都掉进了精致穷的生活里？首先是你刷的小红书和抖音，满屏都是某有钱名媛的日常穿搭，女生必须要有的高端护肤品，人手一支的经典奢侈品包。如果没有这些东西，你就会焦虑。但你仔细想一想啊，那些晒奢侈品的人是真的有钱啊，还是专门为了内容制造出来的人设？再点开看一下他们的主页，如果真的有钱，为什么还要接那么多广告？其次你会发现啊，网上总有人会告诉你，什么女生25岁一定要买一支大牌包，护肤品要用最贵的才能抗老，26岁全款喜提1辆车1套房。请问这些谁规定呢？这些清单的存在本质就是在制造阶级焦虑，让你觉得自己的消费层次还不够，逼着你去买那些你原本不需要的东西。有人啊连赚都赚不起了，开始借花呗和信用卡去透支消费，甚至贷款去买奢侈品和做医美。可是一旦发生突发情况，比如失业或者是生病住院，你才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真正的经济能力去应对，只能靠拆东墙补西墙，最后连吃饭都要精打细算。我认为真正在加速精致穷这样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分期付款的模式。在过去买奢侈品，买一台新手机，你可能还会犹豫一下，因为一次性付款的金额太大了，钱包承受不住。像美国的 Afterpay、Affirm 和 Klarna， 中国则有花呗和京东白条等其他的分期付款平台，你连信用卡都不需要了，只需要几步操作就能把一只香奈儿包带回家，然后每个月分4期、6期、12期慢慢还。在购买结账的时候看到这样的选项，会让你觉得每月分期才几百块钱，完全不影响生活嘛，因为这几百块钱你还是能掏得出来。这就是消费主义最厉害的地方，它不会让你感觉自己是在透支。当你开始使用这个模式，买了第一件奢侈品之后，很容易就掉进以贷养贷的循环。你会开始用分期付款买第2个包，买第3双鞋，甚至每个月的生活费都变成了在还债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平台还会给你更高的额度，你会下意识的觉得反正额度在那边，不用白不用。最可悲的地方在于，很多人根本不会去思考，万一哪天收入不稳定，连最低的分期付款都还不起了怎么办？这些分期付款的平台利息和逾
期费用都比你想象的要高很多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级便利性的消费时代里，现在的网购也不需要让你认真思考再购买了，而是让你用一键支付的功能，让钱直接飞走啦。这种没有感觉的支付，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在花了钱。当你在刷小红书、IG、抖音、微博，甚至是 YouTube， 他们不会直接叫你去花钱，而是用各种话术让你觉得买贵的东西就是理所当然。如果一个包对你来说需要存好几个月才能买得起，那它对你的经济压力可比买房大多了。有人还会用物品的理性投资去包装高消费。女生25岁就得买一个名牌包，就得买香奈儿，就得拥有爱马仕。好，就算你买了一只名牌包，你以为就真的结束了吗？作为女生，我也非常懂，买包这件事情上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没有人停在1的这个数字上，除非你家境环境优秀，年收入超过100万，那你买一只包甚至可以说就像买菜一样简单。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买包的钱是他们辛辛苦苦加班好几个小时，甚至还得看老板的眼色才换得回来这一个包。最后另一种比较激励人心的说法就是花钱啊是对自己好，先买了再努力赚钱。可现实生活中，除了那些真的有钱把几万、10几万当做1、2千来花的人，大部分人买完一件贵价物品之后，只会变得焦虑，只会变得越来越省钱。很多人之所以会掉进精致穷的陷阱里，就是因为他们对精致有很大的误解。他们认为精致就是拥有某个品牌、住某种风格的公寓、用某种香味的香水，但那些真正过得好的人不会为了这些东西而纠结，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时间、健康和自由。真正的精致呢，是你的经济状况和消费欲望是匹配的，而不是靠刷信用卡透支未来去买一个包。最后我想说，钱不是不能花，而是要花的值得。你可以追求更好的东西，但别让消费主义决定你的人生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喜欢今天视频内容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，拜拜。